小老板，你的未婚妻还真是让人嫉妒呢。什么未婚妻？看小老板这反应，不会是和林助理假扮的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可很少有男人能骗得过我。不如我就来给小老板调一杯酒，测测你有没有在说谎。选一杯。恭喜你啊，小老板！这杯酒叫真命天女，看来小老板的真命天女是真的出现了。不过，通常选这杯酒的都会遇到像恶魔一样的女孩。恶魔2种白橙酒做底，意味着意外的相遇。伏特加则是难以把控的情人，它或许会影响你的人生，而这个影响可好可坏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小老板，你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嘛。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。江总，江总在这。恶魔走开！恶魔？我是哪里招惹到你？不是，我在这儿跟吉子乔聊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这不是跟刘主厨聊完了，想过来找您商量如何解决被逼婚的事情啊。用不着你管，反正珊珊也不是我的真命天女。真命天女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多管闲事儿，用你管吗？不跟你说了，睡觉去。洗小姐晚安。怎么莫名其妙的？喝多了吧？小老板还真是可爱呢，林小姐，我还真是有点羡慕你呢。羡慕？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有他这样一个难搞又龟毛的上司，你少活10年。林小姐喝这杯酒叫命运之轮，看林小姐神色不郁，看来掌管命运之轮的已经停留在了林小姐不喜欢的地方。非常正确，确实很讨厌。林小姐是个聪明人，既然无力改变，不如享受当下。我的真命天女是个恶魔，那我也太惨了吧！享受当下，不行，3个月以后我还要回去呢，得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那个妻子肯定在胡扯，肯定在胡扯。去死吧！焦总，你要是对这个抱枕有意见，我给你扔了。不对，我是总裁啊，我怕他干嘛？把旺财还给我！幼稚！哎呦，你给我等着！妻子，妻子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魔鬼。魔鬼3岁嘛，还扔枕头，真是幼稚。嘿，你还在？
真是慎重回末了，咱们赶紧走，要不然就……爸爸，对不起，珊珊还是没有找到你最喜欢的锦兰，完成你的遗愿。锦兰，环境保护村。各位自己看吧。珍稀植物，锦兰。锦兰不仅是珍稀植物，而且还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，不仅有很强的观赏性，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不过这种花很难寻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找到它。不可以，小杨，我不同意这次提议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军，我是你爸爸生物研究所的同事。很不幸，你爸爸在寻找锦兰的路上，因为遇到山体滑坡，离世了。不是林淼，你到底反对什么？刚刚焦总也说了，他整理的资料显示，锦兰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野生植物，极难寻找。你怎么能够保证在公司给的有限时间内能够找到呢？焦总，林助理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林助理，事在人为，在没找到锦兰之前，你怎么先能灭自己的威风呢？骄阳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。没有人能够找到锦兰。林淼，你是在看不起我吗？我母亲当初在设计和建设玉龙山庄之初，就听附近的居民说山上有锦兰。珊珊的照片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。要想保护好月容，锦兰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可这都只是听说啊，没有人见过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同意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成功率如此之低的一个方案上。我反对这个提议。林淼，作为我的助理，你为什么不能支持我？你不想参与的话没关系，那你就拭目以待。我一定可以把锦兰找到，然后亲自送到你面前，告诉你我的决定是对的。我们走。
给。谢谢苏经理。林助理还没休息啊？想自己待会儿。林助理，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寻找锦兰，既几率渺茫，又耗费时间。焦总虽然现在还不能理解你的苦心，但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。那苏经理的意思是？这2天我对玉龙山庄进行实地考察之后，做了一份方案。山庄所在的村子交通较闭塞，如果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整，意义不大。不如把现在的玉龙山庄推倒，重新建立豪华娱乐城，打造全新的消费体系，这里或许还有得一救。推倒重建？月荣山庄是董事长夫人设计的，对焦总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我怕他是不会同意的。苏经理，既然你都已经做好了开发方案，刚刚在会上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焦总？林助理到公司这么久，应该知道，这种级别的项目方案，除了需要说服焦总，还需要通过董事会，尤其是董事长点头。以我在公司的职位，恐怕很难通过，更甚者，会让人误以为我别有用心。别有用心？这其中的故事有些复杂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林助理。不过目前时间紧急，我们首要做的还是帮助焦总完成这次任务。行，苏经理，我会回去好好看看这份方案的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好。喂，之前的提议还算数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对营销部部门总监这个职位不感兴趣。我只是想提醒您，董事会给的最后期限似乎会宽裕了些。焦总，焦总，快醒醒！焦总，谁呀？不好了，焦总，玉龙山庄要被变卖了。什么？我绝对不同意把山庄变卖。焦阳，你都到月龙好几天了，工作上没有一点进展。今天早上董事例会，李董就当众质疑了你的办事能力，并且提出来有的公司愿意收购月龙。董事会决议，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你不能再提出新的方案来，董事会就接受李董的提议。爸，您明明知道月龙山庄对我的意义，对妈妈的意义，您怎么能同意呢？焦阳，我让你去月龙，是让你去证明自己，不是让你去怀旧它。月龙山庄确实有它特殊的意义，但人要学会往前走。不管是我，还是你妈，都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，早日独当一面。否则，你今天守候不了月龙，日后也照样守候不了宏宇。爸，开发山庄的初步方案我已经有了，您再给我3天时间。这次我保证不会让您和妈妈失望。好。别跟上来。林助理，麻烦你跟上去看看吧。
你来干什么？再一次宣告我找不到锦兰是吗？不是说了别乱动我东西吗？是放这儿的，不是放在那儿。我是笨，所以在面对有风险的事情上，我还是选择用笨办法。骄阳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锦兰的希望微乎其微，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更稳妥的办法呢？什么更稳妥的办法？这就是你说的更好的办法。重建，这是保护月容吗？这是毁了他！骄阳，我知道月容山庄对于你和你母亲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，可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必须实际一些。山庄概念落后，交通闭塞，周边也没有可以发展的旅游业。即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整，它意义也并不大。而且董事会也不会通过一个不能盈利的项目。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着月容被收购吗？你既然知道月容山庄对我的毅力，为什么还要提出重建？林淼，这个方案谁都可以提，但你不行。是骄阳，我懂，所以我才不想你一意孤行。山庄重建就代表你和你母亲的美好回忆消失了吗？它不会的。但是如果你执意寻找锦兰，我怕你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，我怕你会后悔。如果真用了这份方案把这里改得面目全非，我才会后悔。你明明知道我必须守护好这儿。骄阳，你看这个模型，它跟商场里卖的其他模型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它碎了旧了你都不愿意扔掉它？你不过是习惯了睹物思人而已。那这些物件消失了，就代表我们对故人不思念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不在现实中把它重建得更好？这样才是对我们在意的人最好的慰藉。你没有经历过这些，你不知道锦兰对我的意义，所以你就无法感同身受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谢谢你的重建方案。不过很抱歉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没有达成共识。我现在以项目负责人和副总裁的身份通知你，月容山庄的后续工作你不用继续跟进了。稍后我让小新派车送你回去。我确实没办法。骄阳，你知道失去双亲的日子里，我有多渴望拥有一个家吗？孩子，你妈妈癌症晚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有您这句话我就安心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帮助焦总按时完成度假村任务。再见。
刘主厨、周经理，我有事同你们商量。原来是被哥哥捡到了，这是我和爸爸唯一一张照片。那片锦兰，在一座朝阳的山坡上，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。珊珊，你想找到锦兰吗？他不想。过来，珊珊。叔叔，焦总，刚刚董事长打电话，他说他已经同意将月容山庄推倒重建的方案了。林助理，焦总好歹是你的上司，你这架势，你是要造反不成？赵总监，方案已经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，而且重建月容山庄才是最好、最快、最高效的选择。我看林助理你是不想吃着锦兰的苦，所以找一个简单的办法应付吧。刘主厨、姬子小姐、周经理，你们在玉容山庄这么多年，就这么同意了林淼的方案？我只站跟我品味一致的人。我在度假村小半辈子，从来就没见有人寻得了锦兰。你的方案怕不是在拖延时间诓我们？姬子小姐，你呢？大家站谁我就站谁喽。不过小老板，被自己的真命天女背叛，我还真是心疼你呢。什么真命天女？珊珊，你难道就不想找到你爸爸最喜欢的锦兰了吗？焦总，我们月容上下一条心，您就别忽悠珊珊了。我们宏宇集团也上下一条心。你们宏宇只有4个人，而我们月容加上林助理一共有5个人。小老板，不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吗？珊珊，锦兰是你和你父亲唯一的牵绊。珊珊，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哥哥，你什么你呀？你到我们这边来。珊珊，别听他的，就在厨师这边。珊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去做出选择，不要被旁人左右。珊珊，我听周经理说，你父亲曾是个植物学家。对，爸爸是植物学家。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可是我太小了，都记不清楚了。爸爸去世后，我就被周叔叔接到度假村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那你就不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吗？没关系，珊珊不想带路，那我们就自己去找。我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此向大家保证，我会带领自己的团队在48小时之内找到锦兰。小新和小燕跟我走，苏经理擅长文案工作，就留在山庄联系考察团，并整理关于锦兰的图文资料。一旦我们找到锦兰，立刻联系考察团，对月容进行保护村申请。我们走。林助理，焦总这么坚持，周经理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出度假山庄的路只有一条吧？焦总，我这边没有锦兰的资料。焦阳，我这也没有。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这个花就没有人找到过吧？赵总监，既然珊珊有和她父亲的合影为证，那锦兰还是有迹可循的吧？可是我们这一点线索都没有啊！就算是知道锦兰大概生长的位置也行啊！哎呀，这让我们怎么找嘛？难道要一个一个山头去翻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难道要一个一个山头去翻吗？上一句。上一句。就算是知道锦兰生长的大概位置也行。对呀，我查过资料，锦兰只能生长在海拔500米的红掌山地中。小新赶紧查一下，月容附近海拔500米而且有红掌的山都有哪些？包总，明白。